记录百万时光，我是托阳特，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一套，来自优兔魔玩工作室最近刚刚现货的500王心凌双人套。这个套装呢，从名字可以感觉到，它其实就是以音乐人耳熟能详的音乐人伍佰和王心凌作为这个脑洞的蓝本去进行的设计。可以看到两者呢，基本上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两位音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但是呢，从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得到，设计的灵感或者说这个创意的原点就是，如果说他们成为了一对利用音乐夺魂摄魄的这样一个杀手组合，或者说是这种鬼怪组合，会是什么样的造型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一下这一款刚刚出炉的新款的这个设计。那首先呢，包装盒方面还是之前的比较传统的风格，盒子呢还有一些零件都用这个传统的收纳盒去进行收纳。但是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这边的这样一个外包装。这外包装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贴纸，整个包装呢是很有那种80年代迪厅的那种感觉啊，就是非常的炫。但是如果说你仔细看这两张就是实物图，然后进行渲染的插画，你就会发现，其实伍佰老师的歌词和王心凌的这个就是爱你的那个歌词就直接写在上面，还是挺有意思的。反正暂停，大家简单的看一下歌曲方面我就不唱了，免得让大家觉得比较恶心啊。总的来说，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峰会，上面写着伍佰爱你。接下来呢，就是这边我觉得风格非常不错的这个手绘卡，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两者背靠背演奏夺魂曲目的这样一个场景，无论是哪一个角色，然后感觉整体的视觉冲击力和张力呢都是非常足够的。看到背面的话呢，这次编号24，这个24是代表的这个产品的出货编号还是怎么样，这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上面还有这个主理人的签名感觉每次这个插画我都是会留着的，非常有意思啊。接下来呢，其实整个内容物就已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每个角色其实配件量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在素体的基础上都是有专属的一套铠甲，然后全新新规的头雕以及配件。那我们就先一只一只的来看，我们把这边的王心凌教主然后放到一边去，我们先看我个人更喜欢的这个伍佰。行刑官伍佰呢，整体来说设定方面是一个吉他手，但是你可以看到全身上下呢就是透露这一股幽蓝的那种气息。但是说实话，整个涂装我是觉得，如果说这种淡蓝色的涂装能够去覆盖到四肢的部分，我会觉得就是更加精致一些。不过这个样子呢，透明素体作为打底，然后这个多层次的喷涂，让它就是五彩斑斓的黑，这样的一个技法呢，我觉得在这款玩具上还是展现的淋漓尽致的。那么首先呢，还是惯例的，在这个中距离手动的360给大家去旋转一圈，看一下身上的这个细节。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这只伍佰行刑官的这个头套的部分，待会儿我们聚焦来简单看一下整体的细节。包括背面的一些卡扣的部分呢，也做出了这个骷髅化的点缀，整体的观感呢还是非常精细的。基础的素体还是传统的骨龄素体，所以说它会显得非常的高挑如果你拿出这边的狂暴鬼兵做出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呢，它会比矮人的素体要高出很多。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细长的比例也是挺好看的，有那种非常诡异的感觉，并不是战士，而是一种用这个灵魂魔法的法师。当然呢，你如果说像隔壁棚海贼王的这个灵魂之王布鲁克也有那么点道理在里面个人感觉就是这样一个造型非常有意思，很好看。接下来呢，拉近镜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重中之重头雕部分。头雕部分呢，它确实是人如其名，套了一个就是异化的，或者说拥有灵魂之火的这种行刑官的头套。这个头套呢，很有那种中世纪刽子手的风格。中间的部分呢有一个不对称的缝线，从头一直走到下面，然后眼睛呢是类似于这种挑眉的感觉。当然，它是想做出这种
头套再加上里面这个骷髅头啊，能够把颜色透出来的那种感觉。那我们从下往上看的话呢，其实这个骷髅头的下颚部分还有上面的部分呢，用了不同颜色，所以说呢，你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蓝色、深灰黑、透明黑这几个颜色有一个层次上的过渡，我觉得就是比较耐看的这样一个造型。但是有一说一啊，我的拍摄条件确实是有限，它确实没有办法把这个玩具的整体细节100%的呈现给你。但总的来说，如果你是想单收一只去把玩也好，或者说去 DIY 也罢，我觉得这一款500是我觉得双人套里面单收是最值得推荐的，非常的好看。接下来呢，就看它的这个胸甲的部分。这个胸甲的部分呢，中间呢有一个大大的蓝眼睛，应该也是一个透明的材质，然后进行了多层次的喷涂。肩甲的部分呢，形成了一张深渊巨口，然后把它含在这个中间，非常的诡异，也很有克系的那种风格。那整体的观感呢，我觉得就是中轴对称，但是增加了非常多类似于飘带的细节。那接下来呢，这种这个透明冰蓝的这个感觉呢，又从下方透露出来。整体的从头到尾是一个渐变到过渡，然后最后释放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整个观感呢是非常的流畅，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可动性倒是这款玩具比较弱的部分。这款玩具呢主打是一个造型，可动部分呢基本上就集中在了头雕，然后四肢的常规90度的可动都是转轴关节嘛。腰部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可以挺胸，但是比较可惜的是我这边不太敢动因为这边髋关节这里衣服的这个部分，包括胸部的这个衣服的部分都用了类似于之前狂暴鬼兵的一些连接件，然后去固定住了。这个固定住了之后，我不知道哪些地方是粘死的，哪些地方是可以进行脱出的。那为了不破坏这个比较稀有的玩具所以说我们就这边简单的看一看。这边的这个绑带的部分呢，其实就是穿了一个腰带，然后去跟前面的裙摆进行了连接，所以说一体性还是非常好的。你可以看摇摇晃晃，它不会有任何松动的感觉。下半身的部分呢，前踢，然后呢这个球腕的这个关节，反正呢基本上90度，那骷髅嘛，你想怎么摆就怎么摆，而且支撑力度都是够的。脚踝关节我会觉得稍微有些松，不过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本身这一只胜在它非常的高挑好看，且随便往那里一站，摆出这个吉他手的这个造型就非常的酷炫，而且呢确实是有那种灵魂的冲击力。同时呢也是因为隔壁棚海贼王布鲁克的这个原因同样是吉他手，但这个吉他手呢就更加显得非常的肃杀，一看就是一个狠角色。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主武器，或者说它的主要的魂器这把既是战斧又是乐器的这个吉他。这个吉他呢，琴弦也好然后还有身上的这个涂装呢，都是非常精彩。从这个尾部到头部呢，好像是一个释放这个火焰的释放蓝色魂火的一个恶鬼，这边是眼睛，这边是它的嘴，看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酷。然后另外一侧呢也有这个扶手，你可以把这个吉他这样提着，两边的这个尖角的部分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锐利，但是把玩的时候依旧是需要稍微小心一点。那把它扬起来之后呢，作为战斧看起来呢也还是非常的霸气的。当然呢，在握持这个战斧的时候，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关节和材料的韧性。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建议大家把玩的时候还是直接电吹风伺候，再进行定型。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玩具也是一个保护。首先，反正我是觉得这一款，如果说这一套你没有办法去入全套的话呢，如果单收一只，我是建议大家去收这一只500的，非常的精彩，绝对是物超所值。而且顺带一提这一套的这个价格，我的入手价格是4张出头。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如果你对比四骑士或者说其他骷髅系的玩具的话呢，我觉得每只平均2张出头的这个价格应该还算是物超所值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边的教主王心凌，打引号的王心凌简单来说呢，这一款玩具的其实
主要的配件量是集中在王心凌这一边的，因为它自带了这样一个新型的，既有生物又有机械感的这个音箱。我们待会儿来看，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利用这边的尾椎骨的部分，还有它这个尖刺，形成了一个三角支架，它可以稳稳当当的放在桌面上，作为一个小摆件，还是比较有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直接先来看它的主体部分。主体的部分呢，使用的是之前的矮个素体，可以是哥布林素体，也可以是猴子素体的那一套。你可以看到呢，它的脚趾骨还有它的手掌骨呢，都是4个手指，所以说算是一个类似于小妖怪的这样一个身形啊，也是还原出这个比较小巧、比较娇小的这样一个造型。360的旋转羽圈。最吸睛的部分呢，肯定就是它的法杖和它的这个头雕。肩甲的部分，也有类似于这个牙齿设计，但是牙齿就没有像这边的行星冠这样那么的锋利那么的有侵略性它更像是一个偏哥特和这个克苏鲁风格的这种肩甲。然后拉近一下镜头，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头雕。头冠部分呢，其实很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这个红桃王后那种感觉，而且就是非常的晶莹剔透的那种造型但是这个面具这个地方呢，中间这个面具呢，有一点像三星堆里面出土的那种青铜大力人的那个感觉，但是下面的这个部分呢，又是用透明红去做的这个下颚顺带一提这两者的这个头盔呢，都是不建议去拆掉的，因为拆掉了有一定破坏里面结构的风险。因为一开始我是以为就是伍佰和王心凌里面的这个头雕都是传统的古灵和那个古灵的哥布林的头雕，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头套的设计，而是一个新规的这种嵌套式的结构，所以说没办法拆。同样还有一个地方比较遗憾，就是这边的下颚的这个部分我感觉不太能够开合到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夸张角度，所以说你想让它做出那种呐喊或者说比较变态的嘶吼的这种造型是很难做到的。头雕呢也是可以360的旋转，但是抬头低头的这个幅度会有所受限，不过问题不是特别大，幅度呢还是可以的。上面的这个涂装呢真的是非常的精致，我个人觉得呢应该是覆盖了非常多层。接下来呢，你看我把玩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款玩具呢，如果说你搭载上这边的这个麦克风法杖，再加上它头雕的重量以及它上半身铠甲的重量，这个转轴关节的就是左右平面的这个摩擦力是不太够的，很明显虽然不会大风车但是明显的就会感觉到比较松动了。但是呢，你利用它这个前面的裙摆部分和它的髋关节去卡住，它还是可以比较稳当的立在这个桌上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一点呢，反正还行，但是说实话呢，配重还有这个关节的转轴的这个部分，毕竟是老素体确实是有点撑不住了，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不过我觉得问题不算是特别大，因为这一套玩具主要不是说它的把玩性和可动，如果你要把玩的话，建议还是去收这个狂暴鬼兵反正狂暴鬼兵我是一直就没有玩腻。你如果说追溯到2025年的5月份，我现在都已经快玩了1整年了，反正觉得这一套玩具真的是很有意思。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我之前的这个视频，然后去闲鱼上去搜一搜如果说好价入一只的话，你不会失望的。回到这一只这个教主王心凌，我们接着来看它身上的一些其他的细节。胸甲的部分呢，其实是一张带着长得像爱心一样的人脸我觉得是透露着非常强的诡异气息。然后包括这边也是像这种缎带一样的这个裙摆往下走，但是它不像这边的行星冠，它做了一个比较收敛的这种结构反正就只到胸甲的这个位置就戛然而止了。那这样呢，反倒是
给它一种完全倒三角的感觉就是收束的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它的这个专属武装，这边的这个麦克风法杖。这个法杖呢，说实话，其实看点比我想象中的，就我印象中，我觉得在设定图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细节，但实际拿到实物之后，发现哇，这个层次呢还真是比较多的。碍于自己的这个拍摄设备这上面的这个小小的骷髅拍的不是很清楚，你可以看到它肋骨中心处，仿佛是拿2只小手把自己的肋骨掰开，露出中间的心脏的这种感觉。反正我觉得细节是拉满了。然后同时呢，中间的这个红宝石也是非常的透亮。总的来说呢，都是在这个透明零件的这个基础上去进行的堆叠。那最后看到这个麦克风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拟真度做的还真的是不错，既像是那种这种教堂的这种法锤，然后中间也没有丢失原本麦克风的这个造型反正细节设计的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诡异，但是确实是很耐看、很有特色的一款玩具。然后放到一边，接下来看这个最后的这个音箱配件。这个音箱配件呢，当然是可以提在他的手上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主要是呢，它作为一个扩吸音器或者说扬声器，它本身是一张心形状的骷髅的鬼脸，然后上面呢是非常哥特且朋克的这种钉刺，围绕了一整圈就是那种非常扎心的那种感觉。刚才有提到这3个点呢形成了一个三脚架，可以让它非常稳当的立在桌面上。但是很可惜这款这个小摆件呢身上没有任何的这个机关。我其实是想尝试把它撬开，然后在里面装灯的，但是实际上这边都点了胶，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打开。至少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无损的打开，这一点呢是非常的可惜。因为这么好看的透明零件，如果不装个灯去让它发扬光大的话，我心里或多或少是觉得稍微有些遗憾，毕竟还是有一点强迫症还是没被治好放到一边去。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偏糖果色又有一种血腥的感觉这个颜色选的是非常不错，很有那种视觉冲击力。最后做个总结吧。这个套装呢，其实说实话，定价方面其实让我非常的意外，很可能是因为是几年前的这个预定品，然后到现在呢，终于实物化之后呢，我个人觉得，无论是涂装工艺，还是以现在的这个审美重新看这一套的这个设定，我都觉得呢，算是在这个怪诞系的人偶里面非常前卫的一个组合。当然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偏外观偏主观的这种评价，反正就是众口难调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喜欢这一套的玩具的造型的话，不妨点点赞，支持一下拖延行的频道。我是拖延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